一信托不夠，他們可能要的是整個娃哈哈，嫡女打繼母，弟妹告長姐，100億遺產爭奪戰，宫鬥劇一般的情節正在娃哈哈上演。上周末，宗馥莉再次回到了舆論中心，這一次不是因為什麼高管離職、業績下滑、侵吞國有資產，而是因為被自己同父異母的3個弟弟妹妹告上了法庭。更魔幻的是，這3位在訴狀上專門強調自己是非婚生子女。要知道，宗慶後在公眾面前可一直是1年消費不了5萬塊的不嫌首富，是愛惜长女的完美父親。為何這3個人不惜撕破父親生前的臉面，也要將和自己血脈同源的姐姐告上法庭呢？一個字：錢。這事兒其實並不複雜，在宗老的規劃裡，長女得權位，庶子得財富。既然3個孩子得不到名分，那我就拿錢彌補他們。於是大手一揮，留下了21億美元的離岸信托給3個孩子。可問題是，這筆錢他們真的拿到了嗎？24年初，這筆信托賬戶裡有18億美元，結果去年5月再一看，賬戶裡的餘額不僅沒有變成宗老事先答應的21億，反而還有110萬美元被劃出了賬戶。誰幹的？宗馥莉。這筆錢雖然不多，但是能讓所有人警惕起來，因為今天能花100萬，明天就能花200萬，長久下来，把账戶裡的錢都转走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于是3兄妹一怒之下，同弟弟妹妹变成了原告，要求也一再升级。但是账戶裡的這18億美元已經不足以撫平他們的怒火。宗慶後在娃哈哈的29.4%的股權，他們可能也想要。如果只是信托基金的话，我们還可以把這看作是家庭矛盾。但是涉及到股權問題，那這場戰役可能就升級為對娃哈哈這座飲料帝國的爭奪戰了。宗馥莉方也沒有在怕的，迅速給出了回應。我們不接受原告的證據，宗馥莉也沒有從父親那裡收到過這些指示。翻譯成大白話，意思就是我爸沒有和我講過，誰知道你們說的是真是假？就在這個時候，娃哈哈的2號人物帶着宗慶後生前存儲在醫院裡的血樣浮出了水面。此人名為杜建英，了解娃哈哈的人應該對這個名字不陌生。他是和宗慶後一起打天下的老臣，曾經拋下國企的幹部待遇，選擇加入娃哈哈，一路做到了娃哈哈集團黨委書記的位置。而現在他又有了新的身份，3位宗室血脈的母親。在查找杜建英的資料時，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信息。根據長子宗繼昌的年齡推算，杜建英生子的時間幾乎與陪宗馥莉赴美留學的那段時間高度重合。很難想象還在上中學的小宗馥莉身處異國他鄉，究竟如何度過那段漫長的歲月。過去的事情太過久遠，我們暫按不表，但是把時間線往回拉，你就會發现宗氏家族的內鬥很早就開始了。去年7月，網上曾廣泛流傳過一個帖子，控訴宗馥莉侵占國有資產。在帖子第一段，這位名叫梅干薩台谷的遞交者就提出，從1月份開始宗馥莉大刀闊斧的對娃哈哈人員進行整改，大範圍辭退老員工。為何會選在1月份裁員呢？我們發現一個關鍵信息，當時娃哈哈空降了一位年齡很小的外籍高管，名叫傑克宗。這件事當時在網上也引發了一些輿論，網友們對這位高管的身份議論紛紛。但是不久之後，注意力被轉移了。我們事後再來看，這位高管的英文名和宗慶後的長子一模一樣。因為這篇控訴帖，宗馥莉深陷輿論風波。7月18日，他的一封離職信驚起天童浪，筆是作為娃哈哈的老人，杜建英是如何做的呢？根據金融界的報道，據說杜建英在知悉宗馥莉提交辭職信後，建議從外部引進職業經理人來管理公司。最後因為各方的壓力，外部引進職業經理人計劃被擱淺。在多方的協調下，宗馥莉也繼續擔任娃哈哈董事長職務。今年娃哈哈又被爆出關停深圳、重慶、天津、衢州等多地18家分廠生產線，找金麥郎代工純淨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被關停的18家工廠均非宗馥莉的同盛企業，很多都是杜建英持股的龙泰系資產。可以說，宗馥莉這一刀下去，直接砍到了杜建英的命根子上。表面上看，3兄妹和宗馥莉爭的是那300多億的資產，實際上他們爭的是娃哈哈的話事權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兒，類似的事情也在杉杉集團發生過。在杉杉集團的董事長鄭永剛去世後，其子鄭居以全票當選新一任董事長。然而就在接班當天，鄭居的繼母突然現身會場，質疑會議的合法性，隨後向法院提起訴訟。內鬥之下，稀釋資產超400億的杉杉最終淪為廢墟。那娃哈哈這場爭鬥，誰會是最終贏家呢？我們無法給出預判。宗馥莉確實擁有遺囑，且遺囑聲明本人所有境外資產均由獨女宗馥莉繼承，其他子女不得主張任何權利。當然，見證人只有娃哈哈的一些高管，沒有家族成員見證和親屬簽字，可能會存在瑕疵。而從法律上來講，3位兄妹確實有機會贏。民法典上寫的清清楚楚，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繼承權，只要 DNA 鑑定一做，親子關係坐實，這18億美元和公司股權就要被重新分配。私生子到底有沒有繼承權？法律上講得很明白了，但是從道德的角度上來講，可能還有爭執。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怎麼看？這裡是帥軍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